你知道吗？在《罚罪2》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派出所所长秦风明知逼死师弟的是金鼎集团，可为什么却要私自去调查出现在现场的2名警察？毕竟怀疑警局内有黑警，他只需要向领导汇报就好了，根本就没必要自己冒这么大风险的亲自去调查。全马赛克，这警号也看不清楚。那车也是个套牌，那这不大海捞针吗？你捞啊！要知道，这可不是秦风的真正目的，而是他想要当上刑警队长，完成师弟遗愿的整体谋划。大家好，我是米虫，今天继续为大家详细解说一个派出所所长是如何巧妙地利用黑恶势力的栽赃陷害，成功地当上刑警队长，又是通过何种手段抽丝剥茧，给了黑恶集团致命的一击。几天前，秦风本打算参加师弟的葬礼，可结果不仅公安系统的人一个没来，反倒是走进来了一群混混。虽然在秦风的镇压下，对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甚至还心甘情愿地给师弟鞠了3个躬，但是就在秦风准备回去上班的时候，结果竟发现自己的警车居然被人给撞翻了。这铲车司机是疯了吗？这是啊！请大家注意观看这个细节，这哪是司机疯了，是黑恶势力仗着保护伞狂到蔑视一切。铲车撞翻的不只是警车，是执法的威严，是正义的底线。罗伯那句疯了吗？是贼喊捉贼的嘲讽，更是赤裸裸的挑衅，因为他们要让秦风看清，在这里恶能铲平一切阻碍。这场撞击早就不是意外，是黑恶势力的宣言，他们才是这里的规矩，而坚守正义的人注定要直面这场硬碰硬的较量。没关系，赶紧走，别这儿堵路。这里其实并不是秦风的妥协，其实是他早就知道这是对方的圈套，表面上像没事一样的让对方离开，但实际上却是暗憋着一口劲准备反击。因为他在暗中调查师弟最后一次任务的时候，发现带走特勤王明的居然是2个警察，所以现在只要能找到那2个警察，就一定能找到王明的下落，到时候他们收集的犯罪集团的证据就会全部公之于众。毕竟对方能直接逼死一个刑警队长，肯定是师弟已经掌握了能推翻对方的证据。身为特勤的大师兄，很快就通过模糊的照片找到了那辆车，并且还成功的在车里找到2套警服。虽然并没有直接抓到2名假警察，但好在找到了和他们有密切接触的台球厅老板。起初秦风本打算以顾客的身份打探情况，却不料台球厅老板不仅早就知道了他警察的身份，而且还给他来了一出栽赃陷害。警察到了，你这个来真的，够狠的啊！你赶紧走，这事儿我扛。扛什么扛？碰到这事不容易，我自己来。请大家注意这个细节，此时台球厅老板的腿已经骨折，如果秦风要硬扛的话，那必定连警察的身份都会不保，毕竟警察办案是需要2人以上才能执行的，而跟他一起来的师兄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所以在这里秦风不仅是违规办案，而且还导致无辜的人受伤惨重。不过此时秦风却一点也不担心，很显然他的手里一定有能洗清自己嫌疑的证据。然而就在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时，他却并没有直接出示证据，而是乖乖的被押到了警车上，因为他知道对方既然敢直接陷害他，必定在现场也肯定安排了眼线，所以即便上级领导让他立马回公安局说明情况，他也依然要待在派出所等待时机，根本就不肯走出派出所一步。我求求你俩了，别搞我好吗？谁搞你？别张嘴就来呀！我俩这都是按流程进来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2个人必须给摁在这儿。说着，秦风便直接交出了手机，自顾自的就要把自己关进留置室。表面上说是在派出所安全，其实就是想趁此机会给隐藏的黑警致命的一击。隔天新下调的公安局长叶天佑第1天上任，秦风手下的王涛就直接冲过去自首。有事吗？我是来自首的，我叫王涛，是古塘镇派出所的。昨天我和秦风秦所长出去办案的时候，被人下了套，诬陷我们打人。